神话故事源远流长，上古六大神牛你知道分别都是谁吗？神龙王四海，凤凰翱翔九天，麒麟被称为先天神圣。那么牛这种动物地位如何呢？只能说是相当之高。道祖太上老君都喜欢让青牛当坐骑，地位可见一斑。俗话说见牛者牛气冲天，大吉大利。此时双击留下一句顺风顺水，今后必定会心想事成，好运连连。六大神牛第一位，老君青牛。诸天万界里，这头牛算是站在牛界的巅峰了，能给道祖当坐骑，一般存在想都不敢想。俗话说宰相门前三品官，道祖的话起码顶个天庭正神吧，并且还是无人敢惹的那种。齐天大圣多么桀骜不驯的一个猴，从南天门杀到凌霄宝殿，就连如来佛祖都敢一棒子砸下去。可下凡之后面对青牛也是无计可施。太上老君乃是三界第一炼丹炼气大师，都率宫里仙丹神器无数，灵丹庙都是当成糖豆吃。齐天大圣之所以那么强大，和他吃干净老君的仙丹不无关系。青牛怎么说也比猴子亲近，待遇自然不会差，毕竟都率宫除了老君就只有2个童子1只牛，人少宝贝多，那肯定福利就多。老子西出函谷关，除了青牛能一直陪着，还能有谁呢？六大神牛第2位，牛魔王。神话里出名的牛本来就不多，在西游当中更是只有这么2位。如果说青牛是因为老君的缘故，那么牛魔王就是纯粹的靠自己，从一只普普通通的牛妖混成妖族大圣，这其中的故事怎是一个励志可以说完的。西游的世界妖魔可不好混，灵山和天庭就是2座永远无法搬开的大山，镇压一切露头的存在。哪怕是妖魔类人北俱泸州，真武大帝带着一龟一蛇下凡之后直接横扫，再厉害的妖怪也翻不了天。牛魔王有一句著名的台词，队伍大了不好带了，正是说明了妖魔的尴尬地位。除非像青牛和狮驼岭那样有靠山，不然普通的妖怪就是用来刷业绩的。仅仅一个天蓬元帅麾下就是10万水军，离经下凡的时候也都是10万天兵天将，什么妖怪势力能挡得住啊？当然某只一口吞10万的青狮除外，这种菩萨坐骑级别的妖怪都是犯规选手。青狮虽然没啥戏份，但本领可是实打实的，这大哥可不是按年纪排的。虽然大鹏是佛祖喂的，但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。要不是看在佛祖面子上，猴子一只手镇压7大圣纵横天下的时代，一切妖怪都要低头。六大神牛第3位，魁牛。此神兽出自《山海经·大荒经》，魁牛又名雷兽，生于东海流波山，形状似牛，全身都是灰色的，只有一个独角。它的吼声和雷声一样震耳欲聋。皇帝战蚩尤时，9天玄女曾经斩杀后用它的皮制成鼓，助皇帝打败蚩尤，统一天下。当然这个例子对于魁牛来说并不怎么美好，不过还有后续。3清之一的元始天尊看到自己的师兄骑牛很潇洒，于是也想要弄一头，但天下的神牛少之又少，他左挑右选，最后选中了这个魁牛。对于圣人来说，只要不是彻底魂飞魄散，连一点真灵都不存在，那么想要复活是很简单的事情。地府的生死簿对于凡人高不可言，但对于满天神佛来说，涂涂改改也算不了什么。于是元始天尊也有了自己的坐骑。道门大佬看来对于牛这种动物很是喜欢。六大神牛第4位，五色神牛。封神演义当中有一个很厉害的凡人，叫做黄飞虎，是纣王的发小，殷商的4大支柱之一。据说只要黄飞虎和文仲2人屹立不倒，殷商就永远不会灭亡。于是他就被搞得家破人亡，和自己的好兄弟反目成仇。黄飞虎的老婆很是漂亮，对于好色的纣王是个致命诱惑，特别是在妲己施法之后，纣王整个人就是色胆包天都不足以形容。于是在连番的巧合之下，黄飞虎的老婆和妹妹双双殒命。夺妻之恨不共戴天，哪怕对方是纣王也是该杀就杀。只可惜纣王本领高强，就连杨戬这个天宫战神都打不过，黄飞虎无奈只能跑路。只要殷商不灭，纣王有着人道之力护体，就算是圣人都不敢直接灭商，靠近他的身边更是法力尽失。杨戬本想用无敌的肉身刺杀，但可惜纣王是比西楚霸王还猛的猛男，单挑就是无敌的。黄飞虎带着手下跑路，坐骑五色神牛可谓是一日千里，哪怕是汗血宝马都比不上。与别的神兽坐骑不同，五色神牛没有展现出非凡的战斗力，仅仅是力大无穷和腾云驾雾。最后跟着黄飞虎一起封神，黄飞虎被封为东岳大帝。其实在道教神话里，东岳大帝可谓是地位极尊，不但掌管万物发祥，还是冥界至高神之一，堪称是3界的主宰级别人物。可能是五色神牛代表吉祥的缘故，黄飞虎的运气也是好到逆天。这个位子本来是姜子牙自己留下的，身为封神榜的主人，封神大劫当之无愧的主角，姜子牙忙前忙后，鞠躬尽瘁，为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？所以这东岳大帝的神位简直不要太好。
按理来说跟玉皇大帝都是平起平坐，毕竟上了封神榜就无法增长修为，还要受到制约，那当然是封的神越厉害越占便宜。姜子牙可不是大罗金仙，不封神就得等死，为了这一天可谓是深谋远虑。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慢悠悠报道，一下就把果子摘了。由此可见，五色神牛果然是幸运之牛，六大神牛第5位，地府牛头。虽然是牛头人身，但也是牛族的一员，牛头跟马面基本绑定，属于地府10大阴帅之一，一般的散仙都不敢招惹。地府的神仙很少，明面上10殿阎罗管理一切，下面是4大判官，然后就是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，其余的鬼族都不怎么起眼。牛头来源于佛家，又叫阿爸，其形为牛头人身，手持钢叉，力能排山。据《铁城拟礼经》说，阿棒为人时，因不孝父母，死后在阴间为牛头人身，担任巡逻和搜捕逃跑罪人的衙役。牛头马面也是名副著名的勾魂使者，鬼城、丰都及各地城隍庙中就有牛头马面的形象。据说最初的牛头马面组合只有牛头，因为民间讲究成双入对，所以才有着这大名鼎鼎的组合。密宗中有一位马面明王，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马面应该就是他的小弟，六大神牛第6位。牛郎织女的老黄牛，牛郎织女这个爱情神话故事流传在千家万户当中，为了纪念他们的爱情，在每年的7月7都称为七夕。而在这个可悲的爱情神话故事里，有一个角色非常神秘，那便是牛郎家的牛。为什么说他神秘？这还要问吗？如果你忽然遇见一头会说话的老牛，那肯定得吓得半死。但这老黄牛不但会说话，还非常的聪明，起码智商比牛郎高好几10倍，就连织女什么时候洗澡都能算出来，可谓是神通广大。要知道那可是玉帝的女儿，一般人怎么可能算得出来？虽然在西游当中面对猴子很是狼狈，但那都是逢场作戏，真正玉帝乃是3界主宰，跟如来佛祖把酒言欢的角色。如来可谓是西游中的天花板，从来没有任何仙魔敢挑战他的地位。玉帝如果真的是个胆小鬼，怎么可能和他平起平坐？玉帝修炼108000劫，每一劫都是上万年，阅历堪称恐怖，法力那是无比的浩瀚，除了如来的掌中佛果，根本想不出什么能压他一头。那么面对这么厉害的玉帝，老黄牛为什么敢出手呢？传说老牛本是28星宿的金牛星，因为惹怒玉帝被贬下凡间，于是为了重返天庭，他就让牛郎和织女成为一对夫妻。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两人生下的孩子毕竟是玉帝的血脉，哪怕帝王无情，他手下的神仙也会求情，老黄牛也能借此机会重返天庭。上古6大神牛个个都非同凡响，那么你又有什么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